Hello，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你有没有持续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投资标普500指数常见的3种错误行为。那 Kevin 观察到这3种错误行为啊，不只是新手会犯，就算是投资5年。甚至是10年的老手都可能会犯的错误。那当然，这3件事情我自己也都有踩过，所以我在撰写这个影片的文案的时候呢，我特别有感觉。那这些错误并不是因为我们很笨，而是在市场恐慌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受到群众效应的影响，做出当下看起来非常的合理，但是呢，事后回想的时候呢，会很想要扒自己头的行为。那如果你的资产非常的多，那这3种错误对你的影响会更加的剧烈。那第一个错误是什么？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标普500指数当作短期的投资工具。但我自己刚开始接触投资的时候呢，我是一个价值投资人，然后呢，我逐渐呢就转变成了指数投资人。那为什么会转化成指数投资人呢？因为我发现，如果我进行选股的话呢，我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呢分析这些公司的财报，而且我分析出来的数据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有非常多的那种财经专家华尔街的经理人，他们知道资讯比我更多。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凭什么会赢他们呢？那我倒不如将我这些研究股票的时间，省下来，我去经营我的副业，我来进行创业，然后来赚到更多的主动收入。然后我投资的部分的话呢，我就用指数投资，我拿到市场报酬就好了，而且市场报酬也不差。就像大家常听到的，指数投资的话呢，长期可以战胜90%的基金经理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投资指数就好了。结果呢，我们理想很美满事实很骨感那段时间呢，虽然我一直在创业，可是呢，我只要看到新闻，COVID-19 一来了，全世界开始封城，那时候我就非常的恐慌。我早上呢起来的时候，我拿起手机，我第一件事情呢，不是打给女朋友跟她讲说，早安，而是呢打开美股 APP 看昨天到底是上涨了还是下跌。当股市下跌2%的时候呢，我只会有一点怀疑；当股市下跌超过10%以上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恐慌。那时候我就会想说，不然我现在先卖掉好了，我等呢股市在下跌更多的时候呢，我再接回来，这样不是更聪明吗？结果我就在我美股 APP 上面呢下了一个止损单。那现在回头看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是在进行长期投资，我只是嘴巴说一套，我想要进行长期投资，但是呢，我实际上的操作却是一个短期操作。我刚刚的故事呢，哪些像短期操作？第一个，我频繁的去看手机 APP。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人，我们干嘛要去看股市的涨跌呢？因为我们是要长期获得这标普500指数这500家公司长期带来的利润，这才是投资标普500指数长期投资的一个关键。而短期的话呢，它股市确实会波动，但那只是一个恐慌情绪的波动。更何况我最后竟然还挂了止损单，我挂了止损单就表示我不可能会进行长期投资嘛。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设立止盈单，或者是呢他使用到了自己的短期的预备金，可能他要买车或者是要买房的资金，全部都拿去投资了标普500指数。但是我们使用这种短期资金，我们就会非常在意它的短期的波动，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提早卖出，所以这样子我们投资标普500指数就无法获得它的长期报酬率。那什么样的资金才适合长期投资呢？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有几个朋友他是学校的老师中文老师，然后呢他们有时候就会来问我美股要怎么投资。记得那时候我跟他们讲说，如果你投资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那你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9%到10%。大家知道吗？你讲的话如果对方听不懂，你看他眼神，其实你分辨得出来他们到底有没有听懂。结果就跟他讲说，我刚刚讲这段话你是哪个地方听不懂？你是不知道什么叫标准普尔500指数吗？他们说不是，他们只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年均报酬率。那年均报酬率是什么呢？荧幕前面的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听？年均报酬率的意思就是，假设你现在开始投资，然后10年后呢，你获得了一笔投资的收益，然后呢，你将这个投资收益进行回推，然后算过去10年平均每一年要赚几%，然后呢才可以获得你最终的这个投资收益。然后这平均每一年赚几%就是年均报酬率。也就是说呢，假设你今年赚了50%，你的100块钱就变成了150块钱，然后你明年亏了30%，那你的150块钱就会变成105块钱。那这2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就是 2.5%。所以这边大家了解吗？我们常听到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年化报酬率9%到10%，它是经历了非常多次的加50%减30%加40%或是减50%的这种周期。就像是我们下面这张图这张图的话呢，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它从1985年投资到2026年，每一年他们的年化报酬率。你可以发现到我这边有拉一条红线，红线的话呢，就是年化报酬率是9%到10%。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过去40年的时间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它的年化报酬率落在9%到10%之间。不到5年呐、所以如果你投资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你想要获得9%到10%的报酬，就是要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把它当做短期的工具。如果你把它当做短期的工具，甚至呢，你可能会在股市大跌的时候呢，就直接清仓，然后呢，最终呢，落得你的账户是亏损的状况。那我们再看这个研究，这个研究就是嘉信证券，它将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从2005年投资到2024年，这20年的时间呐、如果你错过了几天最好的绩效的话，那你的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它的投资绩效会是如何？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最左边的。最左边的话呢，就是你投入进去之后呢，你就没有卖出，然后你的绩效就是 10.3%， 那这就是年均报酬率。但如果你是错过表现最好的10天，那你的标准普尔五百指数的年均报酬率就会大幅的下降到只剩下 6.1%。那如果你在这20年当中你错过的是20天的话呢，那你的绩效就只剩下 3.5%。那如果你错过40天的话呢，你的绩效就只剩下负的 0.6%。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发现，我明明也有投资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啊，我也几乎每一天都待在股市当中啊，那为什么我的绩效就是比别人差？因为你可能就是错过了最好的绩效那几天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投资标准普尔五百指数，然后呢拿到平均年化报酬率9%到10%的绩效的话，那你就是不要去使用短期的视角来投资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我们投资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就是要让美国最强的500家企业长期为你工作。那什么时候可以卖出？我自己的话呢，只有2个时间点会卖出。第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会在每年的6月跟12月份的时候呢，来调整我自己的投资组合。然后调整投资组合的时候呢，如果股票涨得非常的多，它超过了我一开始预设的比例的话呢，我就会将它给卖出。像是假设我设定我的股票比例要 60%，结果呢，今年大牛，然后呢，导致我的股票比例呢大幅的上升到 80%。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将它的多余的部分给卖出去，然后换成现金或者是换成债券，将我的股票比例呢回归到 60%。我只有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每年的投资组合再平衡的时候呢，才会去卖出我的股票。那第二个时间点，我现在是不会碰到，那就是在我退休的时候，我会每年从我的投资组合当中领一笔退休金出来，来当做我的生活费。那这一笔退休金呢，可能是整体投资组合的 3%。或者是 4%， 那这个比例的话呢，主要是取决于你是用什么样的退休金的提领策略。那我自己有做过非常多期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退休金的提领策略，但是最有名的这一期影片的话呢，就是这一部影片，它的现在的观看次数呢是超过了20万。那这一期影片它的一个提领策略就是固定比例再去加上金库策略。然后另外一部影片的话呢，就是中间这一部影片，它是 GK 动态提领策略，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提领策略。然后它的提领的金额的话呢，是相对更稳定的。然后最后一部影片的话呢，就是最近才上映的一部影片，它是 Vanguard 的一个动态提领策略。它相对于 GK 动态提领策略来讲，它是更加的容易去操作。那这3部影片我都推荐大家可以去观看，让大家知道说，你退休的时候呢，应该要怎么样去领钱。所以我会卖出股票的时间点，就是在每年的投资组合再平衡，跟我要领起退休金的时候呢，我才会去动用我的股票部位。其他时间的话呢，就是长期投资，买了就放着，然后就不会去动它了。那自从我这样子使用之后呢，我是完全没有中途的就将我的股票部位给卖出去哦。好，那第二个常见错误啊，就是忽略成本的复利。那有个人非常的自豪，他说呢，我已经开始投资了标准普尔五百指数，而且呢，我买了就没有卖出。这个时候你会说，你确实很聪明。你投资什么标的？你的这个 ETF 它的费用率是多少？你的交易成本是多少？你的 ETF 的股息税是多少？它是配息还是不配息啊？你问这些的时候呢，如果他回答不出来，那我可以跟你肯定，他绝对是忽略了成本的复利。在他的脑中，他可能会想说，我投资这个费用率 0.3% 跟那个费用率 0.03% 的 ETF， 这两个 ETF 它的费用率才差 0.27%这一点点长期投资应该不会差多少吧？然后甚至他可能会说，股息税 30%，这不是每个人都要缴的吗？股息税可能会更低吗？而且呢，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它的殖利率每年呢大概是2%到3%，就算被扣 30% 的股息税，那也才一点点而已啊。而且呢，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它的股息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这股息税根本就没差吧？那以上这2个思维呢，是我刚接触标准普尔五百指数的时候呢，我脑中的想法。那现在我回头看，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非常的单纯。我们来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它的一个示意图，它发现到非常多的散户投资人付出了非常高昂的成本，结果导致他们没有拿到他们自己应该要获得的报酬。那这张图就是有一个投资人呢，他拿10万块钱
去投资的一个年化报酬率是4%的标的，然后呢持有了20年的时间。然后他持有这个标的的话呢，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的话呢，它的年度费用率是 0.25%， 那20年之后呢，它就会变成多少钱？ 20.8万美元。那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则是年度费用率 0.5%， 20年之后呢，他只拿到了 19.8万，少了1万块钱。那另外一个费用率是更高的，是 1% 的费用率，最终呢，他只拿到了 17.9万块。它比 0.25% 的费用率的还要少了3万块钱。那如果你投资不是10万块钱，你是投资100万乃至1000万，那这笔钱就可以让你换一台新车，或者是呢可以拿来支付房子的头期款。那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常见的成本有哪些呢？这边我列给大家看哦。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ETF 的费用率。那费用率的话呢，像是我们台湾的元大标普500指数，它的年度费用率是 0.36%。然后美国上市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ETF， 像是 VOO， 它的年度费用率只有 0.03%。那如果是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CSPX， 那它的年度费用率是 0.07%。那我们台湾的00646元大标准普尔500指数 ETF 就整整高出了另外2档 ETF 将近 0.3% 的费用率。那除了 ETF 的费用率之外呢，再来就是券商的交易手续费。我们台股不管是买进还是卖出，都要支付手续费 0.1425%。如果你是一个资产比较大的人，你会非常的讨厌这种比例型的手续费。因为如果你是卖100万出去，哇，那这个手续费就是好几千，甚至是好几万啊。那我自己购买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ETF， 像是 VOO 或者是 CSPX， 我都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那如果你是用 IB 盈透证券买 VOO 的话呢，假设我们一次买一个10股好了，那现在 VOO 的股价大概是落在580块美元。也就是说，我买10股的话呢，我就是花5800块美元，我的交易手续费是 0.35美元。那这样换算起来，我的交易佣金就是 0.006%。那如果我是买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这一档 CSPX 节税型的 ETF 的话呢，那我买1股的话呢，我的交易手续费大概就是 0.2%。那如果我是买10股的 CSPX， 那我的交易手续费就是 0.05%。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交易手续费真的是非常的低。那再来另外一个交易成本就是汇款的成本，好像是如果我要进行一个国际的电汇，来汇到我这个海外券商的话，那我会去使用一些比较便宜的网络券商，像是加拿大银行现在进行美元汇出的话呢，只要5美元的手续费。然后如果是 Line Bank 的话呢，它每一笔也只要150块台币。另外一个常见的成本就是股息税的成本，像是我们台湾跟美国上市的标准普尔500 ETF， 像是00646台湾上市的，或是 VOO 美国上市的。那这2档 ETF 呢，都要扣 30% 的每股预扣税。但是如果我们去投资爱尔兰注册，然后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ETF CSPX， 它的股息税只有 15%。那假设标准普尔500指数它未来20年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 10%， 然后呢每年的一个殖利率呢是 2%。那我们拿100万去进行投资的话呢，那20年后呢，一个股息税 15% 跟一个股息税 30%， 这2种方式呢，最终的报酬会差多少？蓝线的部分就是股息税 30% 的，你的100万最终会变成603万。那红线的话呢，就是股息税 15% 的，你的100万最终会变成636万。你有没有发现到，你投资的标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股息税差了这么的一点点，长期下来竟然差了将近30万。那如果你投资的资产是1000万的话呢，那长期下来就会差300万哦。那题外话，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去节省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股息税以及免征美国的遗产税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影片哦。那再来另外一个成本这个成本的话呢，如果你是一个高收入的人这个成本对你的影响就非常的大，像是呢，你一年可以赚750万台币以上你就超过了基本所得免税额。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它还配发股息给你的话呢，那你的股息已经被美国扣完税了，你在台湾还要再被课 20% 的基本所得税哦。所以如果你每年赚了非常多的钱你赚了超过1000万，超过了2000万，那你的投资标的非常的不适合去买那一种会配发股息的 ETF， 你要尽量去选择那种累积型的 ETF。 那累积型的 ETF 就是这些 ETF 它们的成分股也一样，只不过呢，这些 ETF 的成分股配发股息的时候呢，这些 ETF 会将这些股息直接纳入他们的基金净值当中，就不会配发给我们投资人。
那他没有配发给我们投资人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实现获利，那我们当年呢就不用缴这些税。那这些股息纳入这些基金的净值当中，当然这些基金它的价格就会上涨。那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再卖出这些股票，然后实现获益，那这时候你才需要考虑要不要缴基本所得税。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些常见的成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减少？毕竟呢，我相信大家不会希望你付出了100%的资金，然后呢承担了股市100%的风险，结果呢你的报酬非常大的一部分被基金公司被美国政府被台湾政府给拿走。最后一个错误就是太想要预测市场走势，很多人就是市场一恐慌就停利市场一乐观就 all in。首先呢，我们直接看嘉信证券的这一篇研究报告。这篇研究报告的话呢，他找出了5个人这5个人的话呢是虚拟的5个人，然后他进行了从2005年到2024年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定期投资。那第一位的话呢，他是 Peter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投资人他每一年都买在股市的最低点，然后他的投资资金的话呢，每年都是2000块钱。那第二个投资人的话呢，就是阿舍利他也是一样，他每年有2000块钱，不过呢，他拿到这2000块钱就马上投入到股市当中，也就是在每年的年初。那第三位投资人的话呢，就是马修。那马修的话呢，他会将这2000块钱分成12个等份，然后呢，每年的话呢，就在每一个月定期的投入股市当中。那第四位投资人他就是罗西。罗西的话呢，他是跟 Peter 走完全相反的方向他是一个非常衰的投资人，他在每一年投资的时候呢，都是买在当年度的最高点。那最后一位投资人就是拉里。拉里的话呢，他就是没有进行投资他将他这笔钱呢，全部呢都拿去买美国的国库券就像是定存一样把它给存起来。那最终这几位投资人呢，他们投入的金额呢是4万块。然后如果你是 Peter 的话呢，他是一个非常幸运他每年都是买在最低点，最终呢他获得了18万美元。那如果是阿舍利的话呢，他是每年的年初就进行投资，最终的话呢他获得了17万。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定期定额投资的马修的话呢，他最终获得了16万。他跟阿舍利是几乎没有差别的。那如果你是个非常背的投资人像是罗西的话呢，每年都买在股市的最高点，最终呢他也有获得15万。这几位投资人他们都有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只不过呢他们的运气不太一样。尽管如此呢，他们最终都还是获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报酬率。只有一个人最差那个人就是 Larry。那 Larry 的话呢，他最终获得的是47000块钱他的报酬率远低于其他投资人。那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研究，因为这研究告诉我，不管你是一个运气非常好的人你都买在最好的时间点你每年都买在最好的时间点，或者是呢你是一个定期投资人，乃至于你是一个非常背的投资人，你每年都买在最差的时间点，其实你长期投资下来你都可以非常的开心只有一个人不开心，那就是呢他完全没有进场的人。No God！那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每年都买在一个时机最好的时候嘛，就是股市的最低点。那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想要去抓这个股市的最低点，但是就算让他抓到好了，他的报酬率会比我们高多少吗？好像也没高多少嘛。我不如把钱每年年初就直接投进去，或者是进行一个定期定额的投资，然后将我其他本应该要去研究股市的这些精力还有时间拿来去研究我的副业拿来提升我自己的一个能力。这样子的话呢，我经营我的事业，每年再多赚个10%的收入，我相信绝对会比股市多赚10%还要容易。那我为了要防止我自己进行这种想要预测股市涨跌的行为，我就会进行持续的定期定额的投资，以及我会每半年进行我投资组合的再平衡，并且呢我也会设定当股市下跌多少的时候呢，我要加仓多少的比例。那除此之外，其他时间点我就完全不会去看我的投资组合，这样我们就可以防止我们自己在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呢，想要进行一个市场的预测。好，那以上是我们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常见的3种错误，我们再复习一次。第一种错误就是呢，你明明想要做长期，但是呢你却用短期的方式来进行操作。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小看成本复利，结果你长期可以获得的报酬都被基金公司或者是政府给吃掉。第三就是太想要预测未来，结果浪费自己的时间跟精力。好，那以上这3件事情，如果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都持续的去犯错，那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绩效肯定会打折。那如果你想要长期然后低成本低税务的方式来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ETF， 你可以像我一样去使用美股上市券商 IB 盈透证券。那我有创立它的中文交流区。那如果你对标准普尔500指数、爱尔兰注册的节税型的 ETF， 或是你有其他投资美股的心得或者是疑问的话，也欢迎你加入这个社团当中，跟大家一起讨论哦。那想要直接进行 IB 盈透证券的开户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看我上面这影片。那我这影片有教大家如何进行美股开户，就算你是一个完全的美股新手，也可以
可以快速上手哦。那最后呢，就要由你回答这3个常见的错误，哪一个错误你觉得最难以去克服？第一个，把标准普尔百指数当作短期工具；第二个呢，忽略了标准普尔百指数的长期复利；第三个，妄想要去预测未来。欢迎在下方留下你的答案，跟大家一起讨论哦。好了，我是不随的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跟分享需要你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上面这期影片哦。那再来另外一个成本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那再来另外一个成本，这个成本的话呢，是只有高净资产族最容易。